哎呦，可终于把您给等来了。您是不知道，教育、训导还有其他先生经常来这儿问您有没有来报道。家里有事耽搁了，烦请你帮忙引路。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季晨先去教育、训导那各接受了一番教导，这才被引到早就为他准备好的公斋里。咱们丰长县学如今有30多名学生，按来自学习时程分为1年生、2年生、3年生。3年生里也有不少是不止3年的，毕竟举人难考，考不中回来继续读书的比比皆是，所以如今3年生是最多的。这公斋也有等级之分，像公子这种学习极好的，1人1间，还不用给钱，其余按缴纳的费用来分，有1个人住的，也有2个人住的，还有3、4个人住的，也有家里条件不错住外面的。跟着门房到了公斋，推门而入是一个不大的房间，里面有1张床、1张桌子、1把椅子，墙上挂着一幅画像，除此之外便什么都没有了。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免了季晨再去打扫的时间。门房还想留下来帮季晨放东西，我自己来就好。说罢给了门房一个钱袋，里面装了几10个铜板。门房喜滋滋地走了，季晨打开行囊，不紧不慢地收拾起来。哎呀，我们2个可算是等到你了，季相公。季晨没有理他们，继续回头往床上挂帐子。这帐子是钟宁昨天在镇上花了大价钱买的，这种网眼细密的床帐可不便宜，就这一个花了他5两银子，很是叫他心疼了一番。他当时是这么说的：虽然你不招蚊子，但住的地方要是潮湿的话，可能会有虫。要是叫虫半夜爬你身上咬了你，想想就可怕。早知道这帐子这么贵，我就多采点艾草，让你去那儿熏艾了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你拿去吧，挣钱不就是用来花的吗？等我们去镇上住，我还要再买2个挂家里。喂，季兄，久别重逢，你是这么冷淡吗？你就不好奇我和林胜是怎么在现学吗？以我们的成绩，是去府学也是绰绰有余的。林胜考的第2名，徐不言差了一点，第11名。季晨也不看他，仍旧忙自己的。你想说自然会说的，而且我也不好奇。喂，你这也太冷漠了吧，亏我们还想等着给你来个惊喜呢。我来这里是因为听说你来了。说真的，我当时知道你不去府学去现学，真是着实有点惊讶呀。后来想想也就明白了，你肯定是舍不得嫂子，这我就能理解了。毕竟嫂子那么漂亮，人也特别有趣可爱，我要是你呀，我也舍不得离她远的。这下季晨终于回头了，看向徐不言的目光十分冷冽，叫他忍不住心里发毛。开玩笑开玩笑的，我又不是曹贼，实在是因为我和季兄投缘，所以我才来这里的。至于林胜嘛，你自己说。其实我也是因为季兄才来的。那天你和徐兄救了我的事儿，我回去和我爹还有祖父说了，他们2个在惊吓之余都觉得我心思太过单纯，早容易被人骗了，所以他们想着让我去府学以后跟你还有徐兄打好关系。谁知后来听说你们2人同时选了现学，惊讶之余一番斟酌之下，就让我也来了。其实还有些话林胜没说。一开始祖父和父亲十分不解季晨和徐不言的选择，后来2人又私下去府学那查探了一番，然后他们就发现府学里一帮子官宦子弟平时搁一块鲜少交流学习，而是都在比谁穿的衣服好，谁戴的配饰好，甚至有不少人会在下学后偷偷的去那种地方。这下2个人也不纠结了，麻利的把林胜打包送了过来。书读不读得成的另说，他们林家的名声可不能就这么坏了。季晨闻言点了点头。哎呀，你刚才都没有理我呀，季兄这样真叫我伤心呐。季晨连理都不理他。中午3个人一起去饭堂吃饭，让徐不言更伤心的是，这几天一直多给他打饭打菜的饭堂师傅，在看到季晨后立马就将这种偏爱转移了。这个看脸的世界，不管季晨愿不愿意，那2人就这样黏上他了。除了晚上睡觉不在一块，其他时间都要凑他旁边，就连听课也是一左一右霸占他旁边的位置。中午休息，季晨只睡了1刻钟，便拿着书去了书院后面一个安静的小院里。徐不言和林胜也立马跟来。烦死了，这学院里蚊子也太多了，
你看看，这刚刚又拍死一个，这满肚子都是血。林胜挠了挠脸颊，确实有些多。二人又去瞅季晨，后者十分平静地又翻了页书。你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啊？难道蚊子吸血还有偏爱？徐不言不信，在季晨身上来回搜寻，然后就发现了他腰间的香囊。他伸手想拿，季晨立马躲开，神情不愉。是不是因为这个嫂子给你做的？这几天下来，徐不言也发现了，除了与嫂子有关的事物，其他东西几乎触动不了这个大冰块。嫂子对你可真好啊，这一看就是真爱，真让人羡慕。我家那位就不行了，这临走前还要翻我东西，看看我有没有多拿钱，还说男人钱多就变坏，把我藏在鞋底里的500两都给搜走了。徐不言说起来就是一把辛酸泪。季晨听着他的话，想着真说羡慕，他羡慕徐不言才是。不过徐不言的话倒是让季晨有了想法，他来的第一天就想写信回去了，但又不知道有什么好写的，总不能直接说没有你在，我不习惯，我想你了，那样会把他吓坏，倒不如多写些在学院里的趣事，想必他也会喜欢看，他是最喜欢听热闹的。再问问他家里孩子如何，娘如何，他如何，还要在后面补一句一定记得回信。是新来的呀，你们家这边天天都在修整，我们都好奇会来什么样的邻居呢，没想到是长得如此好看的一家子。可不是，郎才女貌，孩子也漂亮，这个是你们家仆妇吧？一老妇人指了指继母，这可把继母气坏了。这是我婆母，这个是我弟弟，2个孩子是我的亲生儿女。啊，那你相公呢？我相公在外求学，待我们收拾好房子再来拜访诸位，方不嫌叨扰。不会，哪能呢？你快去忙吧。婆婆，那个女子说她相公在外面念书。这你也信啊？我估摸着不是男人死了，就是哪个有钱人在外面养的外室。不会吧？她那打扮不像是被有钱人养着呀。这你懂什么呀？越是那样的，越是要低调行事，招了人家注意，对她有什么好处啊？你没看见她那皮肤那模样，哪里能是没钱人家出来的？再看她那俩娃娃，一看也是好好将养出来的。那咱们和她该怎么相处呀？什么怎么相处啊？就平平常常的呗。不过我可告诉你啊，你把我儿子看好了，我儿那么能干，长得也不错，人也单纯，正是容易被那起子狐狸精给勾引。那是自然，等三郎从学院里面回来，我一定将他伺候好了，不叫他出去烦一点心。这才对嘛。还有你，这肚子也该争点气了啊，这都1年没有动静了，我们家可还指着你传宗接代呢。你看看人家一生就是一对漂亮娃娃。是他不努力吗？那不是三郎回来的太少了吗？也不知道他一会儿给咱们送什么东西来。乡下来的能有什么好东西？指不定是些烂菜叶子啥的，那咱可不要，直接扔出去就成。仲宁拿出准备好的糕点，一人1包云片糕，这已经算是店里比较便宜的点心了。娘，你和我一起去送吧，就送这前面3家，后面3家，左右2家就成。好嘞。小超，你看这2个孩子，再帮我把米煮上，咱回来就做饭。好。钟宁拿着糕点挨家敲门。你这来就来了，还送什么礼物呢？以后说不定会打扰到大家，这点心您就收下吧。那行啊。对了，你说你相公在念书，他在哪里念啊？你别多想啊，我家儿子也在念书，就在这不远的松竹书院。我相公在县里面的书院读书。哟，县里边啊，那可是不便宜吧？我们家呀，倒是也想供孩子去县里念，那边教得更好，但只靠老头子和大儿子在河边扛包挣钱，也远供不起。你们家这条件好啊。哎，你公公是做什么的呀？这个不方便透露。是了，瞧我这嘴儿，一天到晚的没把门。你们婆媳俩带孩子也不容易，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们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女人啊，绝对是被人养在外面见不得光的，不然哪来这么多钱？又是在咱们这儿买房，又是给咱们送点心的。我可是和老邻居打听过了，
他们这房子卖了190两呢。怎么了这是？有什么难处尽管跟大娘说。啊，没什么，就是刚才左边的邻居一直在问我家里面的事，我这刚来也不敢透露太多，就没说，他叫他不高兴了。我看他应该是个好人，早知道就坦诚说了就是。嘿，你这小媳妇儿，我跟你说，你可离那姓王的远一点，他这人惯是会嚼舌根子的。你有什么事也别对他说，他表面说替你保密，转头就能添油加醋的说的整条街都知道。你可别不信大娘啊，我们这边人都没少吃亏。真的吗？我初来乍到还真不清楚。大娘，你性子好，能不能多给我说说周围几个邻居的情况？婆婆，你再去拿几个鸡蛋过来，我看大娘家也有2个孩子，一看就投缘，送几个鸡蛋给孩子补补身体。哦，娘，咱这以后吃好的可得藏着点儿。咋了？钟宁用眼神示意了下左边。我估摸着他肯定觉得咱们的钱来路不正，虽然他怎么想无所谓，但是等志成走了，这里就咱们2个女人带俩孩子，太高调了，难免招来嫉妒。嫉妒也就罢了，就怕另外惹事端。看来在这镇上也没什么好啊。到哪儿都是一样，人多的地方就难免有流言，这边人已经算少的了。那右边这家子咋样？我看那个女的说话还挺直白的。比左边心眼少些，但估摸着是个嘴馋的，拿到点心第一时间就拆开尝了。咱们偶尔吃点好的无所谓，要是经常吃还不给他分点儿，估计也要有意见。那咋办？你能忍住不吃好的？我觉得吧，咱们以后吃可以，但是吃得低调一点。怎么低调啊？可以多吃肉包子、馄饨、饺子这些，煮了味道不大也好吃。吃肉可以做成辣椒炒肉、香菜炒肉，配菜味道大了，肉味儿不就没那么明显了？亏你想得出来。不过他觉得吧，也是这么个道理。哎，家里男人少就是不方便。想着想着，继母又忍不住怨起死鬼老头来了。走那么早干啥？咱也不用忍太久的，等你儿子回来，让他们见识见识秀才宫的威风，他们自然话就少了。那可不。一家子中午吃的半只炖鸡和半只炒鸡，香味飘散出去。哼，有点钱，看给他们显摆的。哪天被正房打上门，看他还能不能得意起来。跟我说话还藏着掖着玩心眼儿。幸好刚才点心吃饱了，不然啊，可得难受一阵了。奶，点心，点心。你们还小，吃了点心还能吃饭不？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去吃饭。想了想，你们俩没事啊，可以去找旁边的弟弟妹妹玩，他们家好吃的多，陪他们玩好了，他们娘亲指定要分点给你们吃。哦。到了晚上，在外面干活的人们陆陆续续回来了，这条静谧的街上渐渐有了喧闹声，空气中隐隐约约还能闻到香喷喷的肉味，油烟气也不小。看来这边晚上适合做好吃的，不过频率要减少些就是。姐，你要实在担心，我留下来陪着你们呗。我倒是愿意，家里那些活不干了。说起活，继母也难受。咱都没等到地里收成再走，地既然已经租给人家了，那粮食也归了别人，惦记没用。再说了，人家不也给你补钱了吗？唉，地是一回事，以后没事可干了又是另一回事。也罢也罢，就当提前养老了。2个孩子大约是认床，一直翻来覆去好半天也没睡着。既然睡不着，那跟着娘亲来数数好不好？好。1只羊，1只羊，2只羊，2只羊，3只羊。还没到100，2个小火炉就已经呼呼睡着了。钟宁也闭上眼睛，不知怎的也有些失眠。钟志成是在第3天回去的，临走前把家里接下来1个月要用的柴都给砍了。钟宁嘴上不说，心里对这个弟弟十分满意。真没想到咱们这里居然有西瓜卖哎！钟宁拍了拍绿皮大西瓜，店里有苹果、荔枝、桃子、香瓜、西瓜、葡萄等水果。姑娘要买韩瓜吗？这个应该可以。多少钱啊？这韩瓜是从南边进过来的，可不便宜。有多不便宜？得9文1斤呢。这1个西瓜应该5、6斤是有的。姐，这个太贵了。放心，你姐我有钱，是真的有。老板，给我拿2个，哦不
3还是4个西瓜吧，能便宜一点不？可以，再给你1斤便宜1文钱。行，再给我来2斤荔枝，2串葡萄，4个香瓜。钟宁大手一挥，买了一堆水果，只把钟志成看得目瞪口呆。姐，这么多你能吃得完吗？不还有你和爹娘吗？把我当不孝女了不是？除了这些水果，钟宁还给爹娘还有他老弟各买了2身夏季的成衣。他姐这次估计花了5两银子，太败家了。回头他可得多去姐家里边干活，别叫姐夫和姐的婆婆恼了他。等钟宁带着这些东西回娘家，也是遭到了爹娘的联合说教。我真没花你们宝贝女婿的钱。那你哪来的钱？我写画本挣的。既然想着带娘家一起发财，钟宁也没打算藏着掖着，他直接从怀里拿出张100两银票，可把他爹娘还有老弟吓了一跳。你哪来的钱？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钟宁认真解释了下，旁边的3个人一脸难以置信地看他。姐，你什么时候会认字写字了？女儿，你跟爹说说，写画本的是季女婿对不对？他不好直接做这个事，就借着你的名来干。女婿念书辛苦，还要想办法挣钱，你可不能乱花钱，知道吗？这些水果你拿回去自己吃吧。你们就这么不信我吗？我看起来像会占他的功劳、花他的钱，还在这炫耀的人吗？沉默，长久的沉默。钟宁立马往后院跑，钟父拦着他：“你干嘛去啊？”“我要把家里的梨子全摘光，让你们怀疑我。”他刚刚都瞅见了，家里那棵酸梨子树上都长满了，酸又不是不能吃，多加点糖熬着就是。爹娘，你们想不想做点小买卖挣钱？种地多辛苦啊！当然，做买卖的话，要是真挣了钱，你们就得转成商级。要是你们有这方面顾虑就算了，毕竟商人地位低嘛。说什么呢？对于我们这些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，哪里敢看不起那些坐着就能挣钱的生意人？只是这做买卖又哪是那么容易的？我和你爹除了种地，啥都不会。我会锯木头。滚远点！放心吧，这些我来安排，你们只需要好好考虑，然后给我个答复就行，也不要怕没钱，我给你们先垫着，到时候你们再还我就成。钟父李母2个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异动。没办法，儿子除了老实没别的优点，要想一家子以后能过得更好一点，还得听女儿的话。等这茬稻子收了的吧，女儿，你帮我们多打听着。行。娘，哎，在和哥哥们玩呢。钟宁从车里拿了几个酸梨出来，倒不是他舍不得给其他吃的，只是这给了以后，要是多来几个孩子，或者叫别人觉得他家有便宜可占，那就真给不起了。娘从外祖父外祖母家那里摘的梨子，也愿把它们分给哥哥们好不好？好。2个圆头男孩脸红扑扑的，有点不敢看钟宁。这个姐姐长得太漂亮了，比他们见过的姐姐都漂亮。哪来的孩子啊？继母用眼神示意了下右边，一个叫郑文，一个叫郑武，2孩子倒是不错，进来也没有到处乱跑，左看右看的。钟宁点头。等到了晚饭的点，钟宁在继母和2个孩子期盼的目光里开了个西瓜，一会儿把瓜子拖在墙根那边，说不定还能长出瓜藤来呢。继母吃了口西瓜，甜得很，水分又大，她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回吃，恨不能把瓜皮也吃了。这瓜皮一会儿喂骡子，别叫外人看见了。那是自然。纪元、纪谦。郑文、郑武兴冲冲跑进来的时候，就看到钟宁正带着他们的2个小伙伴在写字，2个小孩一下就拘谨了。钟宁朝他们招招手：“在外面站着干什么？不热吗？”2个小孩怯怯地挪了过来，等看到他们的小伙伴在沙盘上写出的一个个他们都不认识的字，脸更红了。他们一个5岁，一个4岁，都还没上过学呢。他们也不想上学，之前认识的几个大哥哥上了学以后，天天在学堂里挨打，回来还要挨打，太可怕了。可是看到比他们小的孩子都会写字了，他们又觉得很不好意思。你们要跟着学吗？教一个是教，教2个也是教，反正木棍又不要钱。钟宁给他们1人拿了一个，2个孩子也跟着练起来。等隔壁夫妻俩知道2个孩子跟着钟宁学练字了，竟然一起过来跟钟宁道谢，还给钟宁送了2包点心。是我怎么好意思啊？钟宁推拒2次，只能收下。这俩皮蛋一切，天天到处瞎跑瞎玩，
我都怕被拍花子抓去。没想到现在能在你这里静下心学写字，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。是啊，我这辛辛苦苦挣钱，就是想2个孩子能有点出息。谁知道这俩孩子不知道跟谁学的，说什么都不肯去学堂念书。他们不去念，以后也得跟我一样出去当苦力。现在能跟着您学学，回去还能写给我们看，我高兴都来不及啊。不管什么时候，做爹娘希望孩子成才的心都是一样的呀。送走夫妻俩，钟宁又带着4个小孩开始学习，并且劲头比之前还要大。外面响起敲门声，钟宁打开院门，外头站着个锦衣男子，他还没来得及问是谁，隔壁王氏已经探出头。哎呦，这就是小宁，你相公吧？长得真是一表人才，和你真相配。啊，不是，我不是。嫂子你好，我是继承的同窗，带他来给你送信的。男人拿出信，钟宁确认了自己确实是继承的，就将人迎了进去。院门特意没关。看看，我怎么说来着？这呀就是一个狐狸精，这么快就有男人上门了？应该不是吧？这不是留了门吗？你懂什么呀？他们这是故意的，谁还好意思光明正大在门外偷听不成？这人来人往的，偷听被人看见，那多丢人啊！嫂子，要我念给你听吗？不用，我认得。方便打听一下，你回来了，继承为什么没回来吗？继承他去书院的时间比较短，不好请假，而且他是1年生，刚到县学，有很多要学的。我是3年生，学校对我们这些人的管束相对没那么严。这样啊。看男人脸上都是汗，钟宁又问：你之前是不是去了我们村子？嫂子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，毕竟一般送信肯定挑个早点的时候，大中午多热呀，想着你应该是在路上，多耽误了时候。你等一下，刚好屋里炖了冰糖银耳梨子汁，我给你盛一碗喝，去暑气。男人还没来得及拒绝，钟宁已经转身进屋了。看着钟宁的背影，难怪继承那样清冷的人，每次提到夫人，神情都会温和很多。听说男人是来帮继承送信的同窗，继母比钟宁还要热情，一再邀请对方留下来吃个便饭。男人推拒不过，因着是中午，他家离得也远，便留了下来。午饭继母做了红烧肉、青菜蛋花汤，钟宁做了糖醋鱼、葱油生菜。这鱼是他从娘家拿回来的，正是有鱼子的时候，他特别喜欢吃。婆婆，你带2个孩子在外面吃吧，我就不出去了。该有的分寸钟宁还是有的，继母也明白，就给钟宁分了1条巴掌大的鱼，1小碗肉，青菜也夹了2筷子，还盛了碗汤放一边晾着。大中午吃这么好，在他们这一块是很罕见的。刘氏狠狠嗅了嗅空气，赶紧盛了碗白饭出来。娘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我听旁边的动静，应该是有客人呢。你过去，不是叫小宁和她婆婆为难吗？2个大孙子也拦着她不让过去。刘氏瞪了儿媳妇一眼：你把你婆婆我当成啥人了？我是那种不懂规矩的吗？我只是打算到墙根那边就着这窝儿下饭，你有空在这念叨我，不如多去和人家学学怎么做饭。哎呀，这味道可真香呢。这位公子啊，你这眼光是真的好啊。那小宁确实是我们这一块长得最漂亮的，人也有气质，2个孩子啊更是生得跟画里的小仙童一样。啊，您弄错了，我是屋主的同窗。是啊，我弄错了。王氏一副我什么都明白的样子，还冲书生挑了挑眉。一个徐娘半老的妇人做这个表情，书生只感觉头皮有些紧，步子也加快了些。你放心吧，我这个做邻居的会帮你照顾好小宁的。你有什么想让我做的也尽管提，真的。我呀还可以帮你盯着点小宁，毕竟她一个女人单独住在外面，人长得又漂亮，难免会招惹一些有心之人。万一她没经受住别人是诱引，那你这多亏啊。书生猛地停下脚步。够了，嫂子不是那样的人，你别污蔑人家，你这样坏一个女子的名声，良心不会痛吗？说罢，他大踏步走了。没办法，读了多年圣贤书，他真的不太懂如何和别人争论，又不是辩书中的道理。大娘，这是从哪里回来了？王氏身子一震，不太自然地转过身。小宁啊，你吃完饭了呀？是啊，出来消消食。
总比某些人吃饱了没事儿干，出去招风惹雨的好。大娘，你说是不是？王氏表情越发不自然。嗨，咱们这里哪有这样的人啊？小娘，你放心好了，咱们这的人啊是有爱邻里了。希望吧，不过也没事儿。我这个人啊，最相信因果报应了。要真有那些个背后做阿扎事的人，肯定早晚是要倒霉的。您说对吧？对，这肯定对。小娘，大娘还没吃饭呢，先回去了啊。切，这死丫头怎么阴森森的，吓死个人了。还有那个男的，穿的人模人样，我说了半天好话，居然不赏一点钱，还在那装模作样上了，我呸！天热了，季是在屋里看书，窗外便是一大棵一大棵的芭蕉，中间还种了些月季，时不时会随着微风带来阵阵清香。徐兄，这道算学题何解？你可以给我解答一下吗？这个简单呐，我跟你说，要不是对面还坐了2个人，季晨想他应该会更觉得风景更好，心情更佳。原来如此，徐兄算学学得真好。哪里呀？我本来觉得我学得挺好的，结果有些人才学了1个月都已经超过我了，太离谱了吧？季晨，你咋又开始抄书了？季晨这次抄的是《礼记》，他如今是暗手，抄的书有光环加持，过去是10字一文，现在是3字一文，这一本抄下来就能赚30多两银子，当然工期也长，按他如今1天2000字的速度来抄，要花上50天。季兄应该没那么缺钱吧？怎么还要花时间抄书呢？赵兄这次回家也就5、6天吧，怎么还不回来呢？他也有半年没回了，这次回去肯定要多待一阵子。怎么了吗？你个没有夫人的，不懂。你们要是不想学了就出去。林胜赶紧闭嘴做题，徐不言也老老实实的在心里默背起书来，也不知他何时会写信来。这是提前卖了吗？钱掌柜点头，脸上有一点点愁色。如今市面上多了不少剑圣的模仿书，虽然内容不如咱们这本精彩，但定价便宜些，还是有不少人会去买。以防客人流失太多，我特意请示了主家，就是你们知道的那位徐公子，把第3册加印出来提前卖了。徐不言和你说了？是啊，公子说季相公如今是同窗，该交代的都交代了。不过他也说了，季相公嘴巴严，不肯透露出写话本这位的真实身份。哎呀，要是让我知道是谁，我肯定要去他家里追着他，快点把全文写出来。挣钱怎么能懈怠呢？都起名贪财小人了，怎么赚钱的事情还这么不积极呀？能因为挣了不少就满足了呀？钟宁赶紧把稿子交给钱掌柜。行了行了，人家也写了，没吐了。小孩子在这儿干什么？还有2个女的，这里面的东西你们看得懂吗？被男人这一声吓到，小纪元眼睛里都有泪珠在打转，小纪谦则是挡在妹妹前面。你说啥呢你？我们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了？我说的有错吗？你个老婆子认字儿，你认字儿，你把这个念出来给我听听来。不认字儿你在这里干嘛？等别人的路知不知道？继母当然不认字，他出身穷苦，这么多年又一直为了生计和供儿子读书劳碌，哪有那个功夫学认字？你们这些老女人懂不懂什么叫安分守己？跑到这么多男人的地方来，不嫌丢人吗？在家里老老实实相夫教子，懂不懂？喂喂，哪来的狗在这嘤嘤狂吠？你说谁？我也没点名道姓，你反应这么大干嘛？哦，还有人争着想当狗呢。周围先是长久的静，随即爆发出极大的笑声来，男人面红耳赤。都笑什么笑？我说的有错吗？大字不识一个的女人跑这儿干嘛？还带着2个孩子来碍事儿。果然孔子说的不错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我识不识字的先不说，像你这种1瓶水不满半瓶水晃荡的，能不能别在这丢人现眼？孔子这话的意思是说所有女人？全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。明明是说那些在权力中心但迷失自我的女子与小人，她们都很难培养自己的浩然正气，所以与之相处要有远近分寸。
太近了容易不恭敬，过于远离又容易招致怨恨。哦，这么一看，你还挺附和那个小人的。你听见周围的嘲笑声，一时面红耳赤，竟忍不住动起手来。钟宁往旁边堪堪躲过，直接拿起一本书砸男人面门上。你还敢打我？男人鼻子一热，伸手一摸，手里一片红，也拿起书想砸钟宁。钟宁左躲右躲，他倒是躲过了。围观群众们一个个遭了殃。你打我干什么？你也瞎是不是？啊，我的头！你这家伙有病吧？靠，还砸？你以为就你会砸呀？于是二人对战突然就变成多人混战。钟宁巴不得这些人被殃及。刚才这男的骂骂咧咧的时候，没一个站出来。够了！钱掌柜带着几个帮工冲上前，将惹事的几个人按住。你凭什么就抓我？怎么不抓那个臭女人？什么臭女人？老娘就上官南北，我猜你应该叫司马东西吧。算了，我可不能带坏孩子，像你娘一样生了个笑话，还是个不尊重她的笑话。你这样骂女人，看不起女人，难道你是男人生的？那就不难理解了。你说够了没有？把他给我扔出去，以后不准放他进来了。不对，先让他把店里的损失赔了的。为什么就针对我？哈哈，你这个掌柜的，是不是和这个女人有一腿？男人话音刚落，就挨了继母一个大嘴巴子。我让你胡说，让你造谣我儿媳妇儿！居然想往他儿子头上扣绿帽子，钱掌柜也被气得脸色黑沉。谁先挑事的，谁心里清楚。你一个大男人，敢做不敢当吗？哼，我说的有错吗？2个女人，2个小孩，来这种地方干什么？不是影响我们吗？哼，你这话说的，好像我们来的不是书铺，是青楼一样。哪条法律规定不准女子孩子来书铺了？大字不是一个的，来这儿干嘛？钟宁拿过桌上的毛笔，刷刷刷写下2行大字。其他人好奇，纷纷往前看。等看清楚纸上面的字，又没忍住笑喷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孝悌忠信礼义廉。这上联少了个8，下联少了个耻。姑娘这骂人的功夫可真是够厉害的啊！王八无耻，佩服佩服。钟宁将对联展示在男人面前。你看我识不识字？你的，男人还要骂，钱掌柜直接让人捂住他的嘴。还嫌不够丢脸的是不是？掌柜的，你也太袒护这位姑娘了吧？钱掌柜脑壳嗡嗡的，这些人是非要把他的财神爷赶走啊！我不护着安守夫人和她母亲孩子，我护着谁呀？亏你们这些自诩读书人，在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，居然只会哄笑逗趣。你们看热闹，在面上，在心底表示认同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你们也有妻子、母亲、孩子啊？你们家中的女眷是成天被关在屋子里，一点不让抛头露面了吗？什么？暗手？众人震惊。哪来的暗手啊？难道是那个祭神？这下没人再敢表示不满了，就连一直在那无物十分不服的男人也瞪大了眼睛。掌柜的说得好，一群无礼之辈，难怪比不上人家暗手。人家暗手都没说什么，轮得到你们在这指指点点，还在家相夫教子呢？你们这种人值得相吗？说得好听，不就是恃强凌弱，在这欺负老幼妇孺吗？一个两个的脸呢？掌柜的，我家还有事先走了，刚刚砸了您2本书，我赔钱。我也是。罪魁祸首也在长久的难以置信后，脸渐渐红得像滴血一般。店里的帮工适时放开人，那男子把身上的钱袋、玉佩全都留了下来，快步跑走。不好意思啊，影响掌柜的您生意了，这是补偿。他也拿出10两银子，虽说只扔了1本书，但后面到底造成了乱局，钱掌柜哪里肯收，钟宁却一定要给。这下可能叫你店里流失不少客人，实在是对不起您。哎呀，怎么会啊？像这样会惹是生非的客人，越早送走越好。谁知道以后还能惹出多大的乱子？别说他以后会不会来，便是来了，我也不会让他进门的。没了那些人，这会儿店里反而进来了不少女子。掌柜的，有适合我们看的画本吗？我想要那种教练琴的书，有吗？
本来我还想让我哥哥帮我代买《最强剑圣》呢，现在我要自己来买，我还要多买几本送我的好姐妹。就是这些书又不是只有男人能看。掌柜，我们来买书不影响你做生意吧？哎呀，怎么会影响呢？各位姑娘尽管来就是。看着重新热闹起来的书铺，钟宁在心里松了口气，她还是不想给掌柜惹麻烦的。哎，这位姐姐，听说暗手长得很好看是不是啊？你可真有福气啊。他娶了我，是他更有福气才对。对，是他们这些男人更有福气。出了书铺，见两个孩子情绪还是有些低落，钟宁就带他们去吃了冰酪。以前哪敢想能过上这种好日子呀？这就算好日子啦，一会儿再去买几个西瓜，你岂不得高兴的做梦都在笑？继母也喜欢吃西瓜，闻言自是没有不应，不过他又想起远在县学读书的儿子，等小陈回来，咱也买西瓜给他吃。等他回来，西瓜说不定都过季了，更何况咱们这有的东西，他那里怎么会没有呢？就看他舍不舍得了。还没睡呢？小季谦缓缓睁开眼睛。娘，我要好好读书，我以后也要考秀才，考暗手。小家伙认真严肃的声音听得钟宁有些惊讶，怎么突然想起这个来了？那样就没人能再欺负娘、奶奶和妹妹了。这是哪儿来的小天使啊？我儿真棒，有志气。送信来的赵姓书生说了，他还要在家待7天，让钟宁有空时可以把回信写了。眼见没2天了，钟宁干脆把2个孩子还有继母喊来。读书不要太辛苦了，早睡早起，家里不缺钱。儿子，你那边也不要减省，多吃些好的。假期若短的话呢，就不要回来了，路上多辛苦呢。爹爹，我想你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爹爹，你有没有想圆圆呀？你要天天想我哦。西瓜可好吃了，冰冰也好吃，葡萄也好，荔枝也好吃。在你这里有不好吃的吗？真是个小馋猫。爹爹，你要好好学习，再考个暗手回来。你小子既激自己又激你爹是吧？等把这些话写下来，信纸也填满1页了，钟宁就在后面补充，说是补充，其实就是流水账作文，写了搬家来以后发生的事，把左邻右舍的情况都简单说了一下，又把昨天在书铺发生的事说了，不忘感慨一句：之前我还说你考上秀才对我来说好像没什么影响，现在看来只是没遇到适合的场合。我现在在考虑要不要做件衣裳，上面绣上我是秀才娘子这几个字，这样就没人敢来招惹我了。你懂我的意思吧？要加油啊，年轻人。如此一封4页纸的书信也算是写出来了。想起季晨在信里说的，书院里的同窗都十分羡慕他身上佩戴的药囊，既清香又能驱蚊虫。钟宁心领神会地给他多准备了几个，想着虽然在信里没有说，但以季晨的情商，应该也会送几个给合得来的好友。继母则是给儿子又做了2身轻薄些的棉质长袍，样式还是钟宁给画的。赵书生来的那天已经是傍晚，钟宁把包裹给了他，对他表达了十分的感谢。等目送人离开，钟宁转过身，却见左边的王氏一直探着脑袋在往他们这边看。小娘啊，别误会啊，婶子这是在等儿子呢，她今日休假回。娘，哎，宝贝儿子，你可终于回来了，娘想死你了。王氏一个箭步冲出去，然后就和不远处背着书筐的男子抱在一起。我的妈，辣眼睛。虽说母子感情好，儿子求学回来抱一下也很正常，但也不至于抱这么久吧？咋还往胸口上蹭呢？钟宁直接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赶紧转身把门关上，可别带坏了小孩子。季兄，这是嫂子让我给你带的信，这是你家里人给你捎的东西。哇，什么好东西啊？让我看看。徐不言第一个凑上前，林胜眼睛也时不时往季晨这里看，信季晨自己拿走了，包袱倒是直接打开了。这段时间不管他愿不愿意，也成了林胜、徐不言不少的情。林家会记很多林父、林爷以前记过的学习笔记，林胜不是吝啬的人，会分给他们看。徐不言
光是看看继承屋里这些他不可能用也用不起的东西，像是冰鼎、熏香、琉璃茶具，就知道这人平时有多乐于分享了。哇，这2套衣服真不错呀！徐不言第一眼就看中了，虽说布料不比他那些衣服好，但样式是真新颖啊，而且衣服上还有淡淡的药草香味儿。应该是嫂子亲自设计的吧？哎，我给你钱，你让嫂子也给我安排几身好不好？季晨瞥了对方一眼，想都不要想，真小气。好多药囊啊！真的，1、2、3、4，哎，有8个呢！季兄，你这总得分我2个吧？你看看我这脸，我这胳膊，我这腿。徐不言还要先一跑，季晨直接背过身。就2个吧，也不多要。实在不行，我把这香囊里的香料倒出来，你把这药囊里的药材倒给我，总可以吧？你要的便是其中最珍贵的。这么多药囊，虽然季晨不情不愿，但他也确实用不完，便忍痛给了另外3人1人1个。至于留下袋子这种事，他为什么要留毫无意义的东西？晚上等所有人都走了，季晨迫不及待打开那封信，开始是娘一番慈母之言。这后面3页都是钟宁写的，他有些激动地翻过纸张，一字一字仔细地看起来，这才发现钟宁写的就是流水账日常。季晨苦笑一下，还是认真地看了下去。当看到邻居那般独特后，他皱了皱眉。当时买房的时候没看到，没想到是不太好相与的人，也不知道会不会为难家里人。等看到钟宁自夸他一眼就能看出每个人的性格，用一点吃的就骗到其他人情报后，季晨嘴角微弯，他已经能透过文字想象到他狡黠可爱的模样。看到一家子在书屋被人挑刺，又被其他人暗自嘲笑的时候，季晨直接站了起来，满腹怒气地在房间里不停踱步。他恨自己不在现场，不然非要把那些人批得狗血喷头，叫他们无颜再自称为读书人，不敢再在那大放厥词。他又恨自己如今太过无力，若是能给家里人更好的生活条件，更有力的支持，他们又怎会叫人看不起？看到最后，钟宁鼓励他继续加油，季晨一颗心像落在温水里一样，又温暖又舒畅。随信送来的还有10两银子，是钟宁额外赏赐他买西瓜吃用的。季晨把这些钱仔细收了起来，西瓜徐不言请他们吃过了，他没有那般喜欢。钱箱里已经有小50两了，有学院奖励的30两，给书铺抄书人家下定的10两，等攒到100两，他就去首饰铺子再给钟宁买些金首饰。只有1只金钗还是太少了。这是什么？是面纸，塌了能让皮肤更细腻，用来磨手也是很好用的。姑娘要不要买2盒？钟宁摸了摸自己的脸颊，还是很光滑细腻的，而且他想起古代的化妆品好像很多为了美白效果含铅汞，用久了会渗透皮肤，影响人的生育能力和寿命，还是不了吧。钟宁刚想把东西放下，突然伸过来1只手接住他的面膏。这个多少钱？有点贵，是府城来的货，要100文1罐。这么便宜，那更不敢用了。面白温润的男人皱了皱眉，又很快舒展了眉眼。给我拿1盒吧。他果断付了钱，便将面汁递给了钟宁。姑娘，这个送给你吧，女孩子想要的东西尽管买就是，不要舍不得钱。钟宁一脸懵逼。谁啊？忘记自我介绍了。钟姑娘好，我是住在你隔壁的宁贤，之前我一直在外求学，前2天才回来的。是吗？所以这和你给我东西有毛关系啊？出于礼貌，钟宁把面膏还回给宁贤。无功不受禄，这东西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钟姑娘，你不用觉得有负担，虽然这个面纸价格不便宜，但是我送它给你没有任何企图，你尽管拿着吧。见钟宁呆了神，宁贤又笑了。你要实在不好意思，能否拜托你以后在教孩子念书识字时带上我的女儿？近期那孩子太乖巧懂事了，平时没什么朋友，我这个当爹的看着很心疼。你教她，她还可以帮忙照顾你的2个孩子，她毕竟是大姐姐。不是，这到底在说个什么？钟姑娘，你还年轻，不懂有些男人看似对你很好，但其实只是看你当专好骗。他说是养着你，可连该有的物质条件都没有为你提供，这样的人该放弃就放弃。你这样好的姑娘值得更好的。停，说人话不行吗？难怪只能做个不被重视的外室，这女人真是只有皮囊不错，内里空空如也。当着一脸八卦的货郎的面，
他又不能把话说得太清楚。这面纸你就收下吧，不要客气。啊！我说了我不要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一个有妇之夫送我一个有妇之夫东西干嘛？不怕别人嚼舌根子呀？你娘就是最会嚼舌根子的那个，懂？怎么会？我行得端坐得正，我只是不想周姑娘因为买不起这面纸而困窘。谁跟你说我买不起了？他也不好说，怕这玩意用了烂脸，毕竟小范还在。我只是觉得我天生丽质，不需要罢了。你不用找借口，我都懂。你懂个毛啊！行了，这玩意儿你爱给谁给谁，别给我啊！我可不想你老娘回头倒打一耙，说我勾引你，让你给我买东西。不会的，我娘不是那种。你先别说的那么果断，你说那种话，良心不会痛吗？还是你没有良心？宁贤被钟宁呛得没了声，钟宁也懒得理他，谁知道这人抽的什么风？这个是麦芽糖吗？钟宁指了指大块用牛皮纸包起来的白色东西。啊，是。多少钱？这东西做起来麻烦，不过原材料便宜，小麦和糯米就能做，1斤30文。你要多少？那给我来1斤吧。眼看小贩这里还有9连环、7巧板、鲁班锁，钟宁各买了一个，这些一共花了他200多文。钟宁故意掏出个大点的5两银锭子。你能找得开吗？能，你等一下。货郎看着心里逗乐，这姑娘果然不是缺100文的主，有些人这殷勤献的丢人哦。宁贤自然也看到了，他捏着瓷罐的手背都鼓起了青筋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不过是个外事，花的都是出卖色相的钱。他猛一甩袖，愤愤不平地走了。怎么了？遇到个傻逼了，就是隔壁那个八卦老太太口中的那个优秀儿子。他……钟宁说了下事情经过，继母立马明了这玩意安的什么心，敢撬他儿子的墙角。我这就找他算账去，看我不把他家砸了！呸！哎别，你去了，他不承认也没用，总不能就这样饶了他。对了，我去告诉他娘子，让他娘子治他。你确定他会信你？那咋不会？要是有人说我男人在外面乱搞，不管有没有那回事儿，我指定狠狠挠他一顿。那你找个机会说吧，别当着他们家人的面。那肯定，我又不傻。小宁这是要做什么呀？这王老太婆今天怎么没出来了？她不是最积极打听的那个吗？谁知道呢？我这是打算起个窑子，以后烤饼、烤红薯、土豆子，多方便啊！主要是方便烤串、烤叫花鸡，还可以试试做面包之类的。啊，那玩意儿用得着搞什么窑吗？塞锅膛里一会儿不就好了？你就让他这么折腾，这柴火不要钱呐，就是不要钱，砍柴火也麻烦呐。不就是砍柴吗？我有那力气。我儿子一出去念书就是好几个月，丢下这小媳妇儿，我心里歉疚着呢。他想做什么呀，就随他吧。主要家里钱都是他挣的，自己这个婆婆还是少给他找不舒服，哪有那摆谱的资格？说的也是，小媳妇儿平时在屋里折腾折腾，也就随她了，总比叫她出去乱跑的好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块就有一家子，他儿子是去府城那边干活，也是几个月才回来一次，然后他媳妇儿啊就和别人跑了。那人还是个没有正经营生、好吃懒做的小瘪三，就嘴巴会哄人。2个人出去没多久，那个女子啊又灰溜溜的跑回来了，出去的时候还白白胖胖的，回来哦又瘦，脸也蜡黄。她还想和男人重归于好，哎呀，婆家哪里容得下她？刘氏和继母小声说着，突然感觉旁边没了阳光，一抬头，钟宁侧着个脸就站他旁边。哎呀，你这个小丫头怎么突然就站过来了，跟个鬼一样，一点动静都没的。那不是离得有点远了，听不清声吗？要不是知道孩子3岁以前遇到的事，长大了基本记不得，钟宁可不会让小娃娃听这些，多影响孩子身心健康啊。行了，你不是说要去砌窑吗？没见那里一群人等你呢。宁贤刚坐下看书，这会儿听着旁边的声音，只觉得心浮气躁。姚氏在后面看得揪心，恨不能跑到隔壁大喊几声，让他们都闭嘴。王氏也不高兴，但他知道大白天的让人家别说话那不占理，于是他就可着孙女骂道：你这死丫头，衣服洗了跟没洗一样，是不是偷懒了？
你说你个丫头片子，干点活都干不好，又懒又馋，以后还怎么嫁得出去？你以为自己是那起子面白嘴红的狐狸精吗？能靠脸找一个有钱人啊？就是找到了，靠脸能过多久的好日子？人家有钱人也只把你当一个玩物，到时候玩腻了，第一个就把你给踹了。这老太婆又在发什么疯？你听听，她这像话吗？她家那孙女，我记得才7、8岁吧，就这么骂她。哎，对了，你知道不？她家其实有3个儿子，现在啊，只有这个3儿子和她一起住，其他2个呢？那俩在镇上一起租房子住呗。一来一大家子人住一块挤不下，二来这老婆子嘴巴太不积德，还偏心眼儿。前面2个儿子儿媳妇都不喜欢她。这个儿子喜欢她？这我可不知道，不过啊，他肯定特别喜欢这个小儿子。我听老李，就是这块以前那个房子的房主说，他听过这老太婆大半夜让他儿媳妇从他儿子屋里出来的话，说什么不能睡整宿，会把他儿子身体睡坏了，还不止1次听到呢。这下继母是真要把小孙女推开了，这些可不能叫小孩子听。任凭王氏怎么在那指桑骂槐，钟宁一点反应都没有，甚至还能继续和几个人说笑。哼，有点钱就了不起啊！那个姓刘的和他媳妇儿也是2个马屁精，天天巴巴的跟在人家后面，指着人家赏他们3口2口肉吃呢，也不嫌丢人的慌。你少说2句，吵得人脑瓜子疼。哎呦，儿子，是娘的错，是娘的错啊！我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你去砍柴吗？是啊，你家里叫你去啊，你婆婆怎么不去啊？你家儿媳妇怎么不来？我家钟宁体格不行，我哪能让她干这么辛苦的活？那你年纪还比她大很多呢。果然眼前这个不是什么婆婆，是雇来干活的仆妇，哪有媳妇这么不懂事不孝顺婆婆的？我年纪大怎么了？我能干得动我乐意干。我家儿媳妇以前在娘家就养尊处优，她娘家都不要她干活，我这个当婆婆的哪能让她受苦啊？那不是叫人戳脊梁骨吗？姚氏也被呛到了，想到自己以前在娘家过的日子，又想想现在，她涨红了脸。谁以前还没享福过了？既然嫁人了，就是泼出去的水，就该收心踏踏实实把小家照顾好，生儿育女，照看老人，别让在外面打拼的男人烦忧。咱俩到底谁才是年纪大的那个？见继母不搭理他，姚氏仍旧紧跟在他后面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我也有。哈，那你先说。你让你家小姐以后别勾引我相公了。你没事吧？是不是生病了说胡话呢？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那所谓的儿媳妇是干什么的，不就是一个被有钱人养着的外室吗？那俩孩子也是不能见人的私生子，本来他做什么的我管不着，毕竟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活法，可是让他不要脸到我面前来，居然敢勾引我相公，他这样也别怪我骂他，信不信我把他的事情全都宣扬出。说你有病你还不承认？你说谁是外室？说谁是私生子啊？说谁勾引你相公？你自己猪油蒙了心，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是吧？你相公有什么好的？秀才都没考上，长得也不咋样，上面还有个那么难伺候的娘。我儿媳妇除非是疯了，不然正眼都不会看那种玩意儿一眼。你还跟我在这横上了？亏我本来还想跟你说，你家里那玩意儿想拿100文面纸勾搭我儿媳妇，当真我儿媳妇缺这点破烂啊？我儿媳妇直接没要。你说那面纸现在哪儿去了？哎呦，该不会在你那儿吧？也对，有的人尽买破烂，有的人呢尽收破烂。你把你家那个一事无成的当个宝，别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没眼光。我儿子要样貌有样貌，要学识有学识，要品行有品行，要钱，总之哪儿都很优秀，比你那个丑八怪相公好1000倍10000倍。实在不行，你多出去走2圈行不行啊？就搁那大街上随便抓3个，都起码有2个比你那个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强。继母这一顿猛烈输出，直接把姚氏说傻了。姚氏好半天才把这一秃噜话理清楚，然后第一反应就是：你胡说，
三郎不是那种人，是那个狐狸精在给他泼脏水。你再嘴贱说一句狐狸精试试。歌中宁那要是听见别人骂自己狐狸精，他可能还要美一下，毕竟这是对他美貌的认可啊。但继母不行，任何企图往他儿子头上戴绿帽的言行，他都绝不姑息。我要把你打我的事情说出去，我要把他不要脸的事情说出去。姚氏眼泪直流，觉得自己真是太可怜了，遇到个不要脸的小的，又遇到个狠毒的老的，和他们这种人根本说不清。他要把他们的事情都揭穿出去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什么德行的人。你想说就去说，我活我儿媳妇儿，行得端坐得正，还怕你给外边放屁？还有你那个婆婆，你让她有要说的也一起说出来，下次再让我听见她在背后逼逼叨叨的，看老娘不撕烂她那张臭嘴！一群狗东西，真当老娘好欺负的？他们居然敢贬低相公，还诬陷他。婆婆，我这就去把他们家干的肮脏勾当说出去。相公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讨回公道。王氏看了眼儿媳妇肿得跟猪头似的脑袋，脸颊都在隐隐作痛，他可不想挨打。至于宁贤，那是做贼心虚，毕竟这事儿还有个货郎也看见了，万一哪天他过来给旁边的女人作证，自己岂不是要颜面扫地？婆婆，相公。姚氏睁大眼睛等下文。行了，你还想再一次打？你不怕过去是要心疼的。过来，我给你上点药。就是啊，那是两个疯女人，咱们要是把事情捅出去，他们可能会发疯，把咱们屋子给点了也说不定。母子二人你一句我一句，很快就按住了蠢蠢欲动的姚氏。半个月后中午，钟宁看完铺子，带了外头酒楼的狮子头和羊肉豆腐羹回去。咋在外边卖了？贤娘手艺不好啊？那哪能啊，就是偶尔换换口味。这可是镇上最有名的酒楼，我不是好奇里面的菜是什么味儿的吗？而且这都是现成的，也不用怕做起来有那么大味道，多好啊！悠悠，这都是像了谁啊？这么馋。听钟宁说要去看看铺子，继母应声，等你回来我也出去逛逛成不？这有什么成不成的？咋了？是有什么要买的吗？这不是那俩孩子要到生辰了吗？我这个当奶奶的不得看看给他们买点什么礼物啊？钟宁这下是真吃惊了，他又想了一下，果然这俩孩子都是接近7月半生的，那不就半个月了吗？咋啦？你给忘了？两个小娃娃都抬着头呢，不约而同看向钟宁。那怎么可能？我当然记得了，你们两个小东西，这是什么眼神？不相信娘是吧？哼，那这个月呀，不给你们买西瓜吃了。杨呱呱，哟，行，买。终于在两个孩子生日的前一天晚上，钟宁做出了完美的蛋糕。这点心终于不是焦黑的了，这白白的叫什么奶油，闻着可香了。钟宁直接分了一半蛋糕，你尝尝怎么样？哎呀，可算吃的好吃的了。他都快50岁的人了，牙齿多多少少没有以前好使了，吃这种软乎乎甜丝丝还顺口的东西，真是不要太快活。继母很快就把半个吃完了。你去睡吧，记得用牙粉刷牙。成，你也早点睡。继母临走前还把锅碗给刷了，不叫他有本事的儿媳妇多干一点活。继母走了，钟宁一个人在院子里边吹风边吃蛋糕。突然他听见院门那边有窸窸窣窣的声音，谁呀？他心里一阵生寒，放下蛋糕，钟宁拿起墙角的木棍，小心翼翼挪到院门后面。果然外面有调里面门栓的声音，这下钟宁腿都软了，握着木棍的手不自觉发抖。他倒是想去喊继母，但来不及了。啊，是我。季晨。季晨手心里都出汗了，看钟宁踉跄了一下，他伸手扶住他的胳膊。你呀，想谋害亲夫是不是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吓到我知不知道？哎，我现在心跳都是乱的。我妈妈。小伙子，你变了。钟宁白了他一眼，把人推开，转身往院里走去。季晨将院门重新拴好，钟宁重新坐回桌子旁边吃蛋糕。吃什么呢？吃仙丹补品呢，就不给你吃。
我不是想着这么晚了，你们都睡了，不想吵醒你们吗？所以你就干敲门栓这种事儿？你就不怕被人当小偷抓起来？怕什么？便是被抓起来，不还有夫人帮我解释吗？许久没见了，便是坐在钟宁旁边，季晨的心都免不了悸动。没有瘦，甚至还圆了一点，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。钟宁又不傻，季晨这么看他，他还能感觉不到吗？而且这人怎么跟要把人生吞活剥了似的，感觉毛毛的。就这么馋呀？那都给你吃了吧，我回去睡觉了。你吃完记得洗碗。真是的，你不在我都没感觉到蚊子，你一来蚊子也跟着来了。季晨望着桌上这盘卖相很是不佳的点心，溢出一声轻笑，不过吃起来味道还是很好的。你怎么来了？东厢那有空房呢，是专门留给你住的，床上被褥铺得好好的，还有帐子。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夫人就叫我一个人睡。钟宁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不太适应这人一口一个夫人的，难道真是距离产生美？不然这人咋这么腻味？不然呢？我这还有2个孩子呢，睡不下。季晨闻言伸手抱起2个孩子往门外走。哎，你干嘛去？他们2个都2岁了，也该开始适应和爹娘分开睡了。说罢，头也不回地把2孩子抱出去。等季晨再回来的时候，钟宁已经闭上眼睛，一动不动装王八呢。季晨也不戳穿他，反正他在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想过很多次了，就3天的假，他无论如何都是要和他一起睡的，不然这1年又1年下来，真是一点感情都没了。夫人，我回来了。不是，大热天你这样不难受吗？小伙子，你这样很不对劲，知不知道？钟宁的腹诽换来季晨拥得更紧的怀抱，到底是第一次和一个异性靠那么近，闻着鼻尖淡淡的药香，感受到枕着的皮肤肌理和近在咫尺的温度，钟宁心跳有些急促起来。他想装作不经意地往外面翻身，但男人的手就跟钢筋做的一般，纹丝不动。钟宁都开始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装睡。他悄咪咪地抬起头，睁开一只眼睛，只看见男人俊美的睡颜。真是一张引人犯罪的脸，怎么做的都看不见毛孔的，可恶！还好我也是美丽动人，人模人样，让人喜欢。你说的对，你说的都对。儿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学校那边出什么事儿了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天晚上回的，想着马上到2个孩子的生辰了，就跟师长们请了3天的假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这刚回来，多睡会儿，早饭娘来做就行。没事，我昨晚睡得很好。娘。季晨想起忘记把2个孩子抱回钟宁身边去了，赶忙去屋里面哄爹。乖。季晨刚出门就看见正在院里洗脸的钟宁。爹，我们怎么在小房间睡觉？我和妹妹昨晚还和娘亲一起睡呢。看你怎么解释。我和你娘在想办法给你和妹妹生弟。季晨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跑过来的钟宁捂住嘴，后者狠狠瞪了他一眼。对这2个孩子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别听你们爹爹的，就是你们2个是大孩子了，娘想着让你们慢慢习惯自己睡。可是圆圆伯伯。不怕，娘等你们睡着再把你们抱走好不好？好。哄完2个孩子，钟宁又偷偷掐了季晨胳膊一把，哼了声扬长而去。季晨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，一家4口吃得正香，院门突然被推开，王氏和姚氏就这么大喇喇地站在外面。钟宁呢？出来一下，大娘有话要跟你。你怎么在这里？这不是昨晚那个小白脸吗？胆子那么大，居然敢登堂入室。你有事儿吗？懂不懂礼貌啊？进院之前不知道先敲门？还有你刚刚喊谁呢？姓王的你要是想打架就直说。爹，圆圆吃不下了。突然听见小女娃的声音，王氏眼睛一下就亮了。对啊，他怎么没想到呢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个狐狸精喜欢丑的，眼前这个才是养着他那个有钱人？一想到这里，王氏心里面酸溜溜的。这狐狸精运气也太好了，居然能找到个长得这么好的男人，生2个那么漂亮的娃娃，过这般衣食无忧的生活。看看，这大早上吃得多好，又是肉粥又是肉包子的。这些男人也是够俗的，只知道看脸，长得漂亮有什么用？能当饭吃。这下好了，
趁你不在，狠狠给你戴了个绿帽子，真是个冤大头。你有事没有啊？没有就滚，别搁这站着影响我家里人吃饭。老姐姐，你脾气这么大干嘛？我是来找这位公子的。哎，这位公子，你有空没？我有话想跟你说。王氏说着，还朝季晨眨了眨眼睛。王大娘，你眼睛出问题了吗？眨得跟在油上打滑的苍蝇腿似的。死丫头，你会不会说话？等着，你得意不了太久。公子，方便单独说几句吗？可以。他也想听听这个事多的邻居到底想和他说什么。这位公子啊，那我就和你直说了啊，你可千万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不要生气，知道吗？生气伤身体，我不愿看到你因此病着。这位大娘，你说话正常一些可以吗？王氏差点气出内伤。行，那我呀就和你直说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养着的这个他另外还养了一个小白脸。就前段时间你不在家，那个男的还来了，临走那天带着大包小裹走的，一看就是你那个给他扒拉了不少东西。你别不相信啊，这些啊可都是我亲眼所见的，我可以举手发誓的。哎呀，我这呀也是看不下去才和你说的。你看看你啊，这样英俊潇洒风流倜傥，找个谁不好呀？找那种女人。是啊是啊，他就不是个好的，他还想勾引我夫君，还好我夫君心性坚定，才没有被他引诱到。说够了吗？什么啊？这位公子啊，你可千万要冷静，千万不要对那个动手，千万不要把他踹了，他好赖还给你生了2个孩子呢。季晨冷冷地看着他，狭长深邃的眸子里凝了寒霜，直看得王氏渐渐没了声音。怎么了？我朝律法规定，诋毁污蔑他人，轻则罚款体罚，重则流放甚至死刑。你们觉得你们这样算什么程度呢？我们怎么污蔑他了？我们说的都是实话。实话？把我明媒正娶的妻子说成我的这叫实话？把前来帮我送信的同窗说成我妻子的头，这叫实话？把你那不的夫君说成正人君子，这叫实话？什么？你说你真是他夫君？那怎么可能？那怎么不可能？只因我长期在外求学不在家，你们就可以随意诋毁污蔑我的夫人？你们这样是真觉得没人会管吗？面对季晨平静的容颜，王氏却像是站在数九寒天之中，身体止不住的发寒发颤。您不用为了保护他说这些假话呀，我们也是为了你好啊。怎么非要我把和他的婚书拿出来你们才信？我拿可以，你们要怎么承担诋毁秀才夫人的罪责呢？秀才？你说你是秀才啊？你莫不是季晨贱手？我之前在镇上的时候听人说过您，还在旁人指引下远远的看过你一次，没想到您竟然搬在我们这里来了。季相公，我一直以你为我学习的榜样，你可是咱们县里出的第一个暗手，是县里所有读书人钦佩的对象。啥？暗手？王氏眼前一黑，差点昏死过去。季晨闻言，朝那人礼貌地点了点头。姚氏胆子小，这会儿脸都白了。一墙之隔，宁贤自己躲在墙角下，大气儿都不敢喘，耳朵倒是紧贴在墙壁上，听着外面的动静。都怪他那个听风就是雨的娘胡说八道那些，还把他们都给骗了，不然他们怎么可能无端端瞎猜忌一个年轻媳妇呢？秀才，你别生气啊，大娘，我真不是故意那么说的，我也是看小宁这边人来人往，他又经常早出晚归，加上又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，才那样猜测的。大娘绝不是故意说他坏话的，你看我刚才也是想把你拉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想跟你说我看到的情况，我那不是也不想叫别人听见误会了他吗？不管怎样啊，这次是大娘错了，大娘知错认错，秀才公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就饶了我这一回吧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能在话里夹带私货？什么我家院子里人来人往，你倒是说说，都来了哪些人？据我所知，应该只有我那过来帮忙的七弟，还有来送取过信件的同窗。说小宁早出晚归，
你可知她是个孝顺女儿，虽如今搬到镇上，但她的爹娘还住在村里，她总是要时不时回去看望二老。你还说你是听了其他人的风言风语，那所谓的其他人又是谁？你要是说不出个1、2、3了，还是去牢里先反思一段时间吧。不是。王氏脑子里嗡嗡的，他自己就是谣言的创造者，哪里能说出其他人来？说了也没用，人家又不是没长嘴不能解释。不对，他眼珠子一转，将目光定格到在一旁跟个木头似的三儿媳身上。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我这个不懂事的儿媳妇跟我说的。他一个农村来的，脑子不聪明，跟那些乡下人一样，就喜欢胡思乱想，胡言乱语，以前也犯过不少婚。大娘，我也是年纪大了，居然听信了他的话，我是真对不起小宁，对不起秀才公啊，我给你们磕头认错了。王氏想跪，继母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，一把提溜住他。你想害我家儿子就直说，我儿只是个秀才，在这儿和你辩明事情真相，你说跪就跪，倒像欺负你了似的，你个真是太阴了。我不是，娘，你怎么能诬陷我？怎么能把所有坏事都说成是我做的？我分明是听了你的话，才误会了隔壁的钟夫人。你这样是想把我推出去当替罪羊，把我害死吗？你闭嘴！你再说，信不信我让我儿休了你？你个没用的外，不能下蛋的母鸡！你要是不想过了，你就再大声嚷嚷一句是啥？三郎最是孝顺，你要是欺负我，你也别想留在我家里，你跟你生的那个一起滚出去！婆婆你怎么能？姚氏身形一晃，摇摇欲坠。婆婆明知道自己离不开三郎，这是一定要自己去替他受过受难呢。你闭嘴，你就说到底是谁在这搅动是非就行。